道林·格雷的画像。奥斯卡·王尔德。第4章。下个月的一天下午，道林·格雷正躺在亨利勋爵在梅菲尔的房子的一个舒服的椅子上。那是一个小书房，这个房间很舒服，墙上有高的木板，是橄榄色的，还有白色的天花板，地上有红色的地毯，在一张木桌上有一个小雕像，旁边有一本书，在壁炉上摆着大的蓝色中国花瓶，里面有漂亮的郁金香。夏天伦敦的阳光从窗户进来，亨利勋爵还没来，他总是迟到，因为他觉得准时是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有点不高兴，随便地看着一本有很多图画的书，那是他在书架上找到的。时钟的声音让他觉得很烦，他差点走了。最后他听到了脚步声，门开了。你来晚了，哈利，他小声说。恐怕我不是哈利，格雷先生，一个细细的声音回答。他很快地转过身，站了起来。请原谅，你以为我是我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从照片上认识你，我觉得我丈夫有17岁，17岁，亨利夫人，好吧，18岁。还有，那天晚上我在歌剧院看到你和他在一起。他说话的时候笑着，用蓝色的眼睛看着他。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的衣服总是看起来很特别。她总是爱着某人，因为她的爱总是没有回报，所以她保留了所有的想法。她想让自己看起来很特别，但是总是看起来很乱。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她总是去教堂。那是罗恩格林，对吗，亨利夫人？是的，是罗恩格林。我比任何人都喜欢瓦格纳的音乐，他的音乐声音很大，所以你可以一直说话，别人也听不到你在说什么。这很有好处，你觉得呢，格雷先生？同样的笑声从他嘴里发出，他的手指开始玩一个长的纸刀。道林笑了笑，摇了摇头。恐怕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亨利夫人。我听音乐的时候从来不说话，至少是好音乐。如果音乐不好，那么我们有责任用说话盖过它。啊，这是哈利的想法，对吗，格雷先生？我总是从他的朋友那里听到他的想法，这是我听到他的想法的唯一方法。但是不要以为我不喜欢好音乐，我喜欢，但是我害怕，它让我太浪漫了。我曾经非常喜欢一些钢琴家，有时候同时喜欢2个，就像哈里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他们都是外国人，对吗？即使是出生在英国的人，过一段时间也会变成外国人，对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也是对艺术的尊重，这让它变得国际化了。你觉得呢？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聚会，对吗，格雷先生？你一定要来。我买不起兰花，但是我不吝啬在外国人身上花钱，他们给客厅增加了很多色彩。但是哈利来了。哈利，我来找你问你一些事情，我忘了是什么了。然后我在这里看到了格雷先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音乐的事情，我们完全同意。不，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但是他很友善，我很高兴认识他。我很高兴，亲爱的，我很高兴。亨利勋爵说，他抬起他黑色的眉毛，笑着看着他们。我很抱歉来晚了，道林。我去瓦尔多街找一块古老的布，然后花了几个小时讨价还价。现在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但是不知道它们的价值。恐怕我得走了。亨利夫人说，她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我答应陪公爵夫人散步。再见，格雷先生。再见，哈利。你会在外面吃饭？我想。我也是。我们可能会在索恩伯里夫人家见面。我希望如此，亲爱的，亨利勋爵说。他关上门。
他离开了房间，留下了一点香气，然后他点了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永远不要娶一个金发女人，道林。他抽了几口烟后说：“为什么，哈利？因为他们很感性，但是我喜欢感性的人。永远不要结婚，道林。男人因为无聊而结婚，女人因为好奇，他们都会失望。我不认为我会结婚，哈利。我太爱了。这是你的一个想法，我正在用它，就像我对你说的所有事情一样。你爱上了谁？”亨利勋爵停了一下后问道。“一个演员。”道林红着脸回答。亨利勋爵耸了耸肩，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开始。如果你看到他，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哈利。他是谁？他的名字是西比尔维恩。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没有人听说过，但是他们总有一天会听说的。他很棒，亲爱的孩子，没有女人是伟大的，女人是一个装饰性的性别，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当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说的很动听。女人代表物质战胜精神，男人代表精神战胜道德。你怎么能这么说，哈利？我亲爱的道林，这是真的。我最近一直在分析女人，所以我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难。我发现，最后只有两种女人，不好看的和美丽的，前者很有用。如果你想赢得一个好名声，你只需要请她们吃饭。另一种女人非常迷人，然而她们犯了一个错误，她们化妆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我们的祖母化妆是为了让自己说得更动听。化妆和精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结束了。如果一个女人看起来不像比她女儿年轻10岁，她就不会完全满意。至于说话，在伦敦只有5个女人值得交谈，其中2个被社会排斥。无论如何，告诉我你的天才。你认识他多久了？啊，哈利，你的观点让我害怕。忘了他？你认识他多久了？大约3个星期。你在哪里找到他的？我会告诉你的，哈利，但是你必须理解我。毕竟，如果我不认识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让我充满了想要了解生活的渴望。认识你之后，有几天，我的血管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跳动。当我在公园里散步，或者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我看着所有经过的人，我很好奇，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有些人让我着迷，有些人让我感到恐惧。空气中有一种毒药，我对感觉很感兴趣。有一天下午，大约7点，我决定出去冒险。我觉得这个可怕的伦敦有几百万人，一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我想象了很多事情，危险的感觉让我感到快乐。我记得你那天下午和我在第一次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说，追求美是生活的真正秘密。我不知道我期待什么，但是我漫无目的地向东走去，很快就迷失在脏的街道里。大约8点半，我经过一个剧院，那里有巨大的灯和鲜艳的海报。一个可怕的人穿着我见过的最奇怪的衣服，站在门口抽着一支烟。他有卷发，一件很大的钻石在他的衬衫中间闪闪发光。您要包厢吗，勋爵？他看到我的时候说，然后脱下帽子。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不这么做，亲爱的哈利，我就会错过我一生中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他身上有一些东西让我觉得很有趣，哈利，他太可怕了。我知道你会嘲笑我，但是事实上我进去了，花了一些钱，买了包厢。我看到你在笑，你真坏。我没有笑，道林，至少不是笑你。但是你不应该说你一生中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你应该说你的第一个爱情故事。你总是会被爱，你总是会爱上爱。伟大的爱是没有事情可做的人的特权，这是一个国家里无所事事的人的唯一工作。不要害怕，有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
这只是一个开始。你认为我的本性很肤浅吗？道林格雷生气地说。不，我认为它很深刻。你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孩子，一生只爱一次的人才是真正肤浅的人。他们所谓的忠诚和信任，我称之为习惯或者缺乏想象力。忠诚对于情绪化的人来说，就像一致性对于智力生活一样，只是承认失败。忠诚，我总有一天要分析它。它有占有的激情。有很多东西我们想扔掉，如果我们不害怕别人会捡起来的话。但是我不想打断你，继续你的故事。好吧，我发现我坐在一个狭窄的包厢里，面对着一个普通的幕布。我从窗帘后面看，研究了一下这个地方。观众席看起来很满，但是2排座位几乎是空的，在楼上几乎没有人。女人们来来往往，卖东西，而且吃了很多坚果。这一定和英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一样，我想是一样的，很让人沮丧。我开始想我应该做什么，然后我看到了海报。你认为他们演的是什么，哈利？我想是年轻的傻瓜，或者沉默但天真。我想我们的父母过去喜欢那种戏。我活得越久，道林，我就越相信，对我们的父母来说，足够好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够好。在艺术上，就像在政治上一样，祖父母总是错的。那部戏对我们来说足够好。哈利，他们演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在一个像那样的破地方看莎士比亚的戏有点不高兴，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意思。无论如何，我决定等第一幕。有一个可怕的乐队，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前，我差点放弃了，但是最后幕布升起来了，戏开始了。罗密欧是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眉毛用东西画的，声音沙哑。莫丘西奥也差不多，他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喜剧演员。他们和舞台一样奇怪，舞台看起来像一个集市。但是朱丽叶，哈利，想象一个只有17岁的女孩，长着一张花一样的脸，一个好看的头，卷发，紫色的眼睛，嘴唇像玫瑰花瓣。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你曾经告诉我，悲伤不能感动你，但是美丽，只有美丽才能让你的眼睛充满泪水。我告诉你，哈利，我几乎看不见那个女孩，因为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她一开始说话的声音很低，声音很轻柔，好像一个D进入我的耳朵，然后她的声音提高了一点，听起来像长笛。在花园里，她有一种颤抖的感觉，就像我们在黎明前听到的，当夜莺唱歌的时候。后来，她的声音充满了激情，就像小提琴一样。你知道声音可以感动人，你的声音和西比尔维恩的声音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2件事。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就能听到他们说的是不同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应该听哪个。我为什么不应该爱他？我爱他，哈利，他是我生命中的一切。我每晚都去看他演戏。一天晚上，他是罗莎琳德；第2天下午，他是伊莫金。我看到他在墓地里死去，喝了他爱人的嘴唇里的毒药。我看到他穿着男人的衣服，在森林里游荡。他疯了，他来到一个有罪的国王面前，给了他衣服和草药。他是无辜的，嫉妒的人割断了他的喉咙。我在每个时代都见过他。普通的女人从来不会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她们只属于她们的时代，没有魔法可以改变她们。你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他们的想法，你总是可以找到他们。他们没有任何神秘感。早上，他们在公园里开车；下午，他们喝茶聊天。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微笑，他们很明显。但是一个演员是多么的不同。哈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唯一值得爱的东西是一个演员？因为我爱过很多。道林，
哦，是的，可怕的女人，头发染了颜色，脸上化了妆。不要看不起染了头发和化了妆的女人，有时候她们有迷人的魅力。亨利勋爵说：“我现在后悔告诉你，西比尔·维恩，你不能避免。道林，你会告诉我你一生中做的所有事情。”是的，哈利，我想这是真的。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对我有奇怪的影响。如果我犯了罪，我会来告诉你，你会理解我。像你这样的人，生活中的阳光，不会犯罪。道林，但是无论如何，我感谢你的赞美。现在告诉我，把火柴递给我。你和西比尔·维恩是什么关系？道林格雷站了起来，脸颊发红，眼睛发亮。哈利，西比尔·维恩是神圣的，只有神圣的东西才值得触摸。道林·亨利勋爵说，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伤。但是你为什么要生气？我想他总有一天会属于你。当一个人恋爱的时候，他总是先欺骗自己，然后欺骗别人，这就是世界所说的爱情故事。无论如何，我想你会认识他的。当然我认识他。我在剧院的第一个晚上，那个人在演出结束后来到包厢，说要带我去后台，介绍我认识他。我很生气，我告诉他朱丽叶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她的身体躺在维罗纳的一个墓里。从他困惑的表情来看，我想他认为我喝了太多的香槟。我不会感到惊讶。然后他问我是否为报纸写文章，我告诉他我从来不看报纸。他对我的评论感到非常失望。他告诉我所有的戏剧评论家都在反对他，他们都被收买了。我不会惊讶，他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从外表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定不贵。好吧，他似乎认为他们超出了他的能力。道林笑了。到那时，他们关掉了剧院的灯，我必须走了。他想让我尝尝他推荐的雪茄，我拒绝了。第二天晚上，当然，我回到了那个地方。他看到我的时候，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是艺术的保护者。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但是他对莎士比亚有一种非凡的激情。他曾经骄傲地告诉我，他破产了5次，都是因为莎士比亚。他似乎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这是一种荣誉，我亲爱的道林，一种伟大的荣誉。大多数人因为在生活中投资过度而破产，因为诗歌而破产，是一种荣誉。但是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和西比尔·维恩说话？第3天晚上，他演的是罗莎琳德。我忍不住想试试。我扔给他一些花，他看着我，至少我认为他看着我了。那个人很固执，他似乎决心带我去后台，所以我同意了。奇怪的是，他不想认识他，对吗？不，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亲爱的哈利？我会告诉你的。我现在想知道那个女孩的事情。西比尔，哦，她很害羞和善良，她身上有一些孩子气。当我告诉她我对她的表演的看法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她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们都很紧张。那个人一直在门口笑着，说着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像孩子一样看着对方。他总是叫我勋爵，所以我必须告诉西比尔我不是。他只是对我说，你看起来像一个王子，我会叫你迷人的王子。道林，西比尔小姐知道怎么赞美别人。你不理解她。哈利，他看着我，好像我只是戏里的人物。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个疲惫的女人。他在第一个晚上穿着红色的长袍演了凯普莱特夫人。他过去的生活似乎更好，我知道那种样子，这让我感到沮丧。亨利勋爵说，他看着他的戒指。那个人想告诉我他的故事，但是我告诉他我不感兴趣。你做得很好，别人的悲剧总是很卑鄙。西比尔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我关心他的出身吗？从头到脚，他是绝对的神圣的。我会每晚都去看他演戏，每次都会比上一次更精彩。我想这就是你再也不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原因。我想你会有一些奇怪的爱情故事。我猜对了，但是这和我期望的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哈利，我们每天都一起吃午饭或者晚饭，而且我已经和你一起去过几次歌剧院了。道林惊讶地说，你总是来得很晚。好吧，我忍不住去看西比尔演戏。他说，即使只是看一幕，我渴望他的存在。当我想到他小小的身体里隐藏的灵魂的时候，我感到很敬畏。你今晚可以和我一起吃晚饭，道林，对吗？他摇了摇头。今晚他是伊莫金，他回答。明天他是朱丽叶，那他什么时候是西比尔维恩？从来没有。我祝贺你，你真讨厌。她是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女英雄，她比一个人更重要。笑吧，但是我告诉你，她有天赋。我爱她，我必须让她爱我。你知道生活中的所有秘密，告诉我怎么让西比尔维恩爱上我。我想让罗密欧嫉妒我。我想让历史上所有死去的爱人听到我们的笑声，然后悲伤。我想让我们的激情唤醒他们的尘埃，让他们的灰烬感到痛苦。我的上帝，哈利，我多么爱他！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说话，他的脸颊上燃烧着红色的热。他很兴奋。亨利勋爵带着一种愉悦的感觉看着他。他现在和他在巴希尔的工作室里认识的那个害羞的男孩是多么的不同。他的本性像花一样成熟，开出了红色的花蕾。灵魂离开了他的藏身之处，欲望来到了他的面前。你打算做什么？亨利勋爵最后说，我想让你和巴希尔和我一起去看他演戏。我一点也不害怕结果。我相信你会认识到他的天赋，然后我们必须把他从那个人的手中救出来。他和他签了3年的合同，或者至少是2年08个月。从现在开始，我必须付钱给他。当一切都安排好的时候，我会在西区租一个剧院，然后让他出名。他会像让我疯狂一样让世界疯狂。亲爱的孩子，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他会的。他不仅有艺术，而且有天赋。你曾经告诉我，是天赋，而不是原则，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好吧，我们哪天去？让我想想，明天是星期二。我们明天去。明天他演的是朱丽叶。好吧，8点在布里斯托尔，我会去接巴希尔。8点不行，哈利，我求你。6点半，我们必须在幕布升起来之前到那里。你们必须在第一幕看到他，当他认识罗密欧的时候。6点半，那是什么时间？就像去喝茶一样，必须是7点。没有绅士会在7点之前吃晚饭。你会去看巴希尔吗？还是我给他写信？可怜的巴希尔，我1个星期没见到他了，我真坏。他送给我一幅画，画框是他自己设计的，虽然我有点嫉妒这幅画比我年轻1个月，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幅画。也许你给他写信比较好，我不想单独见他。他说的话让我不高兴，他给我好的建议。亨利勋爵笑了。人们喜欢摆脱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慷慨。哦，巴希尔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庸俗。自从我认识你，哈利，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巴希尔把所有的魅力都放在他的作品里，结果就是，除了他的偏见、他的原则和他的常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我觉得迷人的艺术家都是坏艺术家。好的艺术家只存在于他们所做的事情里，因此他们对他们是什么不感兴趣。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是最不诗意的东西，但是坏诗人非常迷人。他们的诗越糟糕，他们就越有意思。仅仅出版了1本2流的诗集就让一个人变得不可抗拒。
他生活在无法写作的诗歌里，另一些人写的是他们不敢实践的诗歌。我想知道你是否是对的。哈利·道林格雷说，他从桌子上的一瓶香水里倒了一些香水在他的手帕上。如果你这么说，那一定是真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再见。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亨利勋爵开始思考。很少有人像道林格雷一样让他感兴趣。然而，这个年轻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并没有让他感到嫉妒，这让他感到满意，这让他成为一个更有趣的研究对象。他总是对科学的方法感兴趣，但是他觉得科学的研究对象很普通，没有意思。所以他开始解剖自己，就像他解剖别人一样。人类的生活，这是他认为唯一值得研究的东西。和他相比，没有什么有价值。确实，当人们在痛苦和快乐里观察生活的时候，不可能戴上面具，也不可能避免有毒的气体扰乱大脑，用可怕的想法扰乱想象力。有些毒药很微妙，为了了解它们的特性，人们必须生病。有些邪恶很奇怪，人们必须经历它们才能理解它们的本性。然而，人们会得到多么大的回报，世界变得多么美好。了解激情的逻辑，观察它们在哪里重合，在哪里分开，什么时候和谐，什么时候不和谐，这是一种快乐。价格是多少重要吗？永远不会为一种感觉付出足够高的代价。他意识到这个想法让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正是因为他的一些话，道林格雷才爱上了他。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男孩是他自己的创造，他让他变得早熟，这是一件好事。普通人等待生活向他们揭示秘密，但是对于少数人，生活的奥秘在面纱升起之前就被揭示了。有时候这是艺术的效果，尤其是文学的效果。文学直接指向激情，但是有时候一个人格取代了他的位置，承担了艺术的功能。实际上，他以自己的方式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品。生活有他自己的杰作，就像诗歌一样。是的，这个男孩很早熟，他在春天收获，他有激情和青春，但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观察他是一种快乐。他的容貌和灵魂让人感到惊讶。不管一切如何结束，什么样的结局在等着他，他就像一个表演中的人物。他的快乐似乎很遥远，而他的痛苦感动了我们的美感。灵魂和身体，身体和灵魂，多么神秘！灵魂里有一些动物的东西，身体有它的精神时刻。感官可以被提炼，智力可以被降级。谁能说肉体的冲动在哪里结束？身体的冲动在哪里开始？心理学家的定义是多么的肤浅。然而，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做出选择是多么的困难。灵魂是影子吗？还是身体真的在灵魂里？精神和物质的分离是一个谜，就像它们的结合一样。他开始想，是否有可能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以至于我们最小的生命冲动都会被揭示。在目前的状态下，我们总是误解自己，很少能理解别人。经验没有任何价值，这只是人们给他们的错误起的名字。道德家通常认为这是一种警告，他们认为它在性格的形成中具有一定的效果，他们认为它告诉我们应该走哪条路。但是经验没有动力，它有一些积极的原因，就像良知一样。它所证明的是，我们的未来将和我们的过去一样，我们曾经犯过的罪，我们会再次犯很多次，而且会很开心。对他来说，很明显，实验方法是唯一可以对激情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道林格雷是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对象，他似乎可以带来丰富而富有成果的结果。他突然爱上西比尔维恩，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毫无疑问，好奇心起着重要的作用。好奇心和对新体验的渴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激情，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激情。它的纯粹的本能已经被想象力改变了，
变成了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离感官很远的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更加危险。我们对它的起源感到困惑的激情，会让我们更加痛苦。我们最弱的动机是我们意识到的动机。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在对别人进行实验，实际上我们在对自己进行实验。当亨利勋爵做梦的时候，有人敲门，他的仆人进来了，提醒他该穿衣服去吃晚饭了。太阳把对面的房子的窗户染成了红色，窗户像金属一样闪闪发光。相比之下，天空像一朵玫瑰。他想到了他朋友的年轻生活，想知道他会如何结束。当他大约12点半回到家的时候，他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封电报。他打开它，看到是道林格雷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他已经和西比尔·维恩订婚了。